中国一次下饺子5艘052D 导弹驱逐舰，这再次刺痛了美国的神经。对美国海军而言，这就是一种折磨。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就在美国海军计划大批量退役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新舰建造计划迟缓，每年只能建造 1.5 艘伯克3级驱逐舰的情况下，中国海军新一轮的造舰计划展开了，5艘052D 驱逐舰摆上了船台，这又刺痛了美国海军的神经。美国海军新闻网站称，5艘052D 导弹驱逐舰在大连造船厂的一个码头上成型。还有消息认为，这根本不是中国人计划的全部。上海也在同步建造数艘，这一批次总共建造的数量可能会达到12艘之多。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目前中国有25艘052D 驱逐舰在海军服役，包括13艘052D 型和12艘052DL 型。中国造船业在2010年创纪录的建造了10艘驱逐舰，2021年又造了8艘，今年开始建造的都是052DL 的改型，预计新的052D 又将进一步得到改进。据相关文章介绍，052D 型的作战能力是052C 型的 1.6 倍。要知道，这两类中国驱逐舰的主要舰型的发展间隔仅为9年。052D 在中国海军中属于通用型驱逐舰，以05万吨大驱形成高低搭配格局。该舰总共配备了64个垂直发射单元，可发射海虹旗9舰对空导弹、鱼8火箭推进式反潜鱼雷、鹰击18超音速反舰导弹。052D 的改进型 052DL 的建造从第14艘开始，其舰体加长了大约4米，主要是为了适应新的直20直升机的上舰。另外，中国的052D 驱逐舰部署有专用于反隐身的米波雷达，被认为是对付美国隐身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重要平台。那么，中国批量建造052D，为什么会让美国海军感到焦虑呢？我们对比一下中美海军主战舰艇的情况就明白了。美国海军的优势是装备数量大，但是舰体大部分都非常老旧，未来的形势会非常严峻。美国海军的排水量世界第一，也拥有80艘左右的神盾舰，这看起来数量是够多的了，但是其中有超过20艘是舰龄已经达到40岁左右的需要退役的老旧军舰了。这些军舰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建造的，包括美国主要的25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这些军舰配装的是非常陈旧的无源相阵雷达，火力通道少，抗饱和攻击的能力比较差。而伯克1型导弹驱逐舰和部分伯克2型导弹驱逐舰的早期版本同样采用的都是无源相阵雷达，其维护成本越来越高，已经变成了美国海军的包袱。如果减掉3艘没有形成战斗力的朱姆沃尔特级军舰，再加上美军需要在船厂维护保养的神盾舰，能够出海的神盾舰目前不超过50艘。中国海军现在服役的和已经在船台上准备下水的中华神盾舰加起来大概是53艘，而且我们的这些军舰都是年轻力壮的新军舰，它们全部采用有源相阵体制，在适应现代海上作战能力方面与美军不相上下，甚至呢在某些方面还超出。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神盾舰在全球都是各国海军的顶配。全世界现在拥有10艘以上驱逐舰的国家不超过5个，而拥有10艘以上神盾舰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只有中美2国，日本、韩国的数量远远不及10艘，所以中国海军拥有超过50艘的神盾舰，
对美国的海上霸权而言就是极大的压力。这其中还没有考虑美国的这几十艘神盾舰需要部署在全球各个大洋，放在西太平洋的数量非常有限，而中国的军舰大多数部署在自己的家门口，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活动。因此，中国海军的神盾舰在局部已经形成了对美军的优势。有人统计，美国海军配备有源相阵雷达体制的军舰，其舰龄小于25年的只有20多艘。这么一比起来，实际上美国海军已经严重落后于中国海军了。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中美两国造船工业的差距，那么再过5到10年，美国海军在水面舰艇领域相比于中国将会自然而然地变成弱势海军。美国海军目前比较大的优势是航空母舰和核潜艇，而在这两个领域，中国也在奋起直追。无论是大型的航空母舰，还是先进的核潜艇，未来若干年，中国都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就这点而言，美国海军更大的焦虑还在后面。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